好，各位好，又来到了那个周末今天是礼拜六，我们来看 LeetCode 上面一个难题礼拜六这次真的来一个难题在这边的话，我们稍微看一下，所以这个题目是第1420题它的题目叫做 Build array where you can find the maximum exactly comparisons。那题意我们先看它这边它是先给你3个整数 n m k， 然后它下面给你一个演算法其实这个演算法就是你要找出从这个 array 里面呢，阵列里面呢，去找出最大的那个元素以及它的 index 你先知道它要做什么，所以这回圈重点是就是说，因为你是在找寻的话，它需要一个所谓的 cost， 所谓的它在这边的话，变数名称就叫做 searching cost。所以当你的 array 在 i 的元素是比你先前所设定的 maximum value 还要大的时候呢，它的 search cost 会加1这是它当然是它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好，那我们看看它有下面的一些的性质，我们先看看它的性质第一个就是它的 array 呢，它就是 n 个元素n 个整数，这边很清楚。我们在如果真的要去设定的话，它是一个 int 的一个阵列，然后呢它有个范围，也就是说它个别元素的范围是1到 m， 这是蛮重要的。那当中我们的 index 当然是从0到 n 减1所以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它这边是说你要使用上面的这个演算方法使用在你所创建的阵列上面，然后它的所谓的 search cost 必须是 k 所以这个题目翻来覆去确实是有难度了。好，那它要的答案是你这样设定或者建造这样 array 的个数，因为这个数字会很大，所以你最后传回去的答案必须是要磨掉这个非常大的整数，就是10的9次方加7那当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当然会把它写成119加7用这样比较科学记号的方式去来写特别是在类似的程式语言好，那我们看看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这一类问题，当然是要用所谓的动态规划，所谓的 dynamic programming 的方式。但是一般来讲 DP 它并不会提供你一个解答的一个 solution， 而是一个解答的一个技巧，一个方法。所以重点是你要先去找出它的关键的递回关系式，这递回关系式你要能够找得到。好，那我们刚还必须要提的就是说，它这个题目它给的一些限制，比如说它这边给了3个数字数字看起来都不是很大，但是实际上来讲跑起来可能是要花掉一些时间。它这里给的 n 是介于1到50之间， m 是1到100所以这个部分可能 m 的话就会蛮关键的。K 的话是从0到 n。好，那我们再看这个问题，
了解要怎么去设定这样的一个递回关系式，其实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好，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如果说你以前在学数学的时候，特别是在学数学当中有一种证明方法叫做数学归纳法。数学归纳法当中，当然第一步有所谓你的初始条件去检查，再蛮关键的就是你假设 n 等于 k 是正确的，但是你要推导到 n 等于 k 加1它也是正确的。这个步骤往往就是要去找出它的所谓的递回关系式。当然如果说你这一类的数学归纳法的证明题的练习，如果练习的够，其实这种递回关系应该是相当程度来讲，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当然这一题的话，递回关系它是有点难找。递回关系的设定方式当然也有很多种。那我们在这边的一个设定因为它是基本上它是 3D 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参数是设定它的这个目前我们这个阵列是从左而右，所以第一个参数设定的是它的长度。那第二个部分呢，设定的是我们目前所找到的极大值，所谓的 max n。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演算方法当中的 cost， 来代表它我们当中求这个答案当中所出现的去记录它的各种状态。所以就我们可以去设定我们这样一个状态矩阵。当然重点是我们是以这3个东西呢当成它的一个参数。好，那我们怎么去看它的一个递回关系呢？好，基本上你的元素当然是一个一个去设定，你要去建构你的阵列。好，当你要去你的阵列如果长度已经到 n 的时候，当然前面这边当然就是 n 减1。好，那假设我目前的它一般来讲它会有2种状态。第一种情形就是你的目前的那个元素呢，它并不是新的极大值。好，所以那这个可能呢，它就是会从1到 max n。好，我们先考虑它并没有产生新的极大值，所以以这样的状态来讲，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条件，所以你就是将你的 max n， 因为它总共有这么多种可能嘛，它不会产生新的极大值嘛，再乘上你前面 n 减1，然后你前面的极大值是 max n， 那你的 cost 经由这样的一个过程，它 cost 其实不会增加，不会变化，所以带这个参数它第一个部分。那这边的话，它要求我们要磨掉10的9次方加7嘛，记得要这个计算嘛，所以这个是第一种情况。好，那第二种情况，假设你达到新的极大值，这是第二种情形。新的极大值的话，情况就跟这边就不太一样。那你就必须呢，要把所谓旧的可能的极大值呢，整个把它用回圈呢，整个把它 go through 一遍。好，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就是它的长度是 n 减1，然后它先前的旧的那个极大值假设是 i，
当然 i 有可能是从1到 max n 减1。那因为你是新的极大值，所以你在这边的 cost 会加1。那我们这边当然是因为你是递回，你是呼叫前一个，所以当然旧的就是要新的 cost 的地方要减1。好，所以原则上就是这两个关系式。其实能够找到这两个关系式，基本上应该就可以把它解答出来了。好，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其中一个解答。当中还有所谓的 base case 的部分哈 ，base case 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考虑当你的 n 是等于1，然后你的 cost 是等于1的情况中间你的 max n 是多少当然就先不管，在这个情况下，它当然是1那所以我们在程式里面的话呢，这个当然就是要在这个部分要做一个设定在第6行以及第7行的部分。好，我们的解答呢，当然前面你要设定它的要磨掉的那个数所谓19次方加7。那我们这边的dp 这个阵列呢，三维的阵列呢，我们是采用原生的阵列原生为什么要采用原生阵列？一方面当然是考虑它的速度那另外一个情形，我们这边基本上这里就是 C 语言的一个解答就是其实 C 语言的解答也可以直接做稍微一个小小的修改，也就可以适用于 C++那所以我们这边当然是采用原生阵列那所以那这边当然就是带它的constraint 的值因为记得，因为这边都要将它 constraint 的值统统还要再加1我们记得这边是 n， 这边是 m， 这边是 k 所以都需要再加1。那我们的主要就是这个递回的部分。那所谓 dp 呢，就是一个解答的方式。dp 就是记录你当中的解答过程的状态值。那我们可以用递回的方式，直接就用递回的方式来写用递回的方式呢，我们其实呢，只要看它有没有计算过如果它不等于-1的话，就代表它计算过了，我们就不需要下面再重复去呼叫那你要传回值之前呢的时候呢，你要将目前的答案再先丢给所谓的状态矩阵这样的话，其实就原则上就可以达到我们动态规划的一个解题的一个技巧重点是把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两个部分，当你的目前的情况不是新的极大值就带这个式子如果是新的极大值，当然就带这个式子所以整个程式撰写呢就变得非常的篇幅上就非常的小。好，那最后呢，在这个主要的一个函数里面numbers of array 这里呢，当然这边你要先去设定 dp 的初值，那我们全部都设为-1我们这边当然因为是 C 语言，所以我们就采用 memory set。那因为你的中间值会很大所以我们这边用 long。那for回圈，然后再逐一去呼叫当中，我们需要变化的是中间这个所谓的maxima n 的地方需要做变化。
maximum n 的部分呢，原则上就是从1一直到 n， 然后将它计算的结果呢，将它做加总，将它做加总，当然过程当中不要忘记摸，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好，那我们看看我们在 LeetCode 上面的一个解答。好，我们这边是先看 C 语言的部分啊 ，C 语言的部分是这样了。好，那我们就是刚刚那个，然后我们让它执行。好，它在这边的一个计算啊，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在解析当中，我们当然也碰到一些小障碍啊，就是超过它的碰到所谓的 runtime error 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就有这样一个 test case， 它的 n 是等于50 ，m 是等于100 ，k 是等于25啊，这个带进去也都是成立的，所以这个当然是正确的。我们把它 submit 一次。所以它原则上它的执行时间是37毫秒打败了100%的参与者至少在 C 语言的部分。然后我们看 C++ 的部分，C++ 的部分我们这边是采用更为优化的版本，但优化版本我们这边先不弄，我们还是先来看这样的一个版本。好，这个原则上跟刚刚所显示的C 语言版本没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一样都是采用原生阵列并没有用 vector。这边当然你要设定初值，当然就是要用 memory set。那这个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回圈部分当然就不适合用register 这样的一个变数如果说你要让它更快一点的话，因为它的 compiler 应该我记得没错，应该是 GCC， 所以这边前面可以加上 pragma raw 回圈的部分，这样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后面部分来加上这个部分这个主要是当你的输入的部分它给你输入部分如果很大的话，它可以节省蛮多的时间。好，那我们看看编译执行一次。好，那这4个 test case 都 OK。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修改，那我们再 submit 一次，看看它的时间。它比刚刚 C 语言还要更快一点所以它到33毫秒。好，那基本上大约打败80%以上的参与者。好，那如果再更进一步优化呢？当然就是在我们特别是考虑当它是达到新的极大值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要想办法去修改。修改的方式呢，可能你就要采用prefix 上的一个方式那个部分呢，那我们就暂且呢，我们就先到这里。